朋友们，我是 mini。那今天呢，我想坐下来在家里和你们好好的聊聊天。因为呢，最近我想你们也都看新闻了，某个地方爆发了战争，我感到非常的难过。对，就是看到这样的新闻呢，心情多多少少都不会特别的好。所以呢，今天想教你们一些跟情绪、跟心情有关的中文的词汇和表达。那第一部分，我们来聊一聊一些不好的情绪。首先，第一个就是难过，难过。我听到这条新闻的时候，我感到我很难过，很难过。好，第二个词是悲伤，悲伤，悲伤。比如说，我看了某一个很感人的电影，然后那个情节，哇，特别特别的感人，我边看边哭，我感到自己非常的悲伤，悲伤。那悲伤呢，会比难过这个词更重一些，也更书面一些。比如，你可以这样描述：这首歌听起来很悲伤，它看起来很悲伤。第三个词，郁闷，郁闷，郁闷这个词非常的常用，它表达的是一种你心里感觉很堵得慌，堵得慌，然后有一种说不出来的不舒服的感觉，叫做郁闷，郁闷。比如说，我今天很郁闷，我不想说话。我今天很郁闷，我不想出门，郁闷。第四个词，烦，烦，这个是非常口语化的一个词，表达的就是你很焦躁，然后你今天很烦。比如说，你的家人问你，哎，你怎么看起来不高兴啊？你怎么了？然后你可以回答，不要和我讲话，我现在很烦，我很烦，我烦死了，我烦死了。第五个，最后一个，一句万能的表达。如果你不知道怎么去描述你的心情，你就可以直接说，我心情不好，心情不好，心情不好。不管你是悲伤啊、难过呀、郁闷呐，还是烦啊，总之一句话，心情不好，心情不好。第二部分，我们来聊一聊好的情绪，开心的情绪，忘掉所有的不愉快。OK， 好，第一个词最常用的，开心，开心，开心。我好开心啊！听到好的消息，我感到特别开心。每次能够看到你们给我的留言，我都特别开心，开心。第二个词，高兴，高兴，高兴。高兴和开心其实是一个意思，就都是表达心情特别的好。我很高兴，我特别高兴。看我的视频，你高兴吗？第三个词，快乐，快乐，快乐。那快乐呢，要比刚才那两个词，比开心要更正式一点，要更正式一点，用来表达此刻我们非常开心的一种心情。我很快乐，希望我们每一个人的每一天都非常的快乐。第四个词，幸福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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这个词也是非常常用的。那这个词幸福更多的是被用来描述家庭，它是一种你时时刻刻感到自己是被爱着的一种感觉，被幸福包围，你感到非常的安全，你的心里呢非常的踏实。和家人在一起，你无论如何都是感到非常开心、非常幸福的，幸福。第五个词，轻松，轻松，轻松。
之前呢，跟我的一位订阅者，我们在线上聊天的时候，我就感受到他学习中文的过程是非常轻松的，整个过程都非常的快乐，能感受到他没有很大的压力，非常的轻松。那这种轻松的状态，在我们的生活当中还真的是特别重要的。你有没有过这种感受？就是某一件事情，如果你心里是带着巨大的压力去做的，很有可能做不好。但是如果你放轻松，无所谓，这件事情搞不好你就会做得非常好。所以这就是一种很轻松的感觉，很轻松的心态，轻松，轻松。希望你们每一个人学中文的过程都能是开心的、轻松的、快乐的。好，那前面呢跟你们分享了5个情绪不好的词和5个情绪好的词，怎么样？记住了吗？我觉得，不管是好的情绪还是不好的情绪，他们在我们的生活当中都是非常重要的一部分。如果没有这些不好的情绪，我们又怎么会知道好的情绪它的这种美妙的感觉呢？对吗？所以其实在中国的传统文化里呢，阴和阳，阴阳平衡是一个很重要的哲学的理念。我一直也非常相信这个。好情绪和不好的情绪，它们就是阴阳两面，它们都需要被我们接纳，被我们重视。所以其实当我们遇到不好的事情、糟糕的情绪的时候，我们就接纳它，接纳它，不要对抗，不要排斥。我们要相信这些情绪呢，都是为了帮助我们更好的去体验我们的人生，丰富我们的人生体验。OK， 好啦，那今天呢跟你们聊了这么多，还是非常开心，每天能够在这里和你们见面的。如果你也很喜欢这种学中文的方式，那记得要订阅我的频道，支持我哦。OK， 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喽，拜拜。